婚宴上，素远侯陆燕当着满座宾朋的面，扑通一声，直挺挺跪在了我脚边。没人知道，我根本不是他原来的表妹，我是大理寺仵作，是旁人眼里碰惯了死尸的下贱差役。3年前随军剿匪，我从废墟里把他扒出来，划毒箭时，他昏沉地盯着我的脸，许我1000两黄金。后来他表妹与人私奔，我拿了银票顶身份进侯府，只为安葬义庄里无人收敛的孤魂。起初他嫌我满手脏污，眼底全是厌气，我日日给他扎针，逼他洗冷水炼筋骨，他反倒对我俯首帖耳，非要8抬大轿娶我过门。可订婚当日，正主林婉婉回来了，他一开口就戳破了他锁骨下那并蒂莲的秘密。我单手勾住他的下巴，生冷如刀。他也看过你身子。话没讲完，小表妹双颊泛起2抹红晕，身子一僵就要往陆燕怀里扑。陆燕吓得后退几步，林婉婉抱了个空，尴尬的抓着桌沿，眼圈立马就红。表哥，你还在怨我当初不辞而别吗？这动静跟糖罐里倒出来一样，听得我胃里直冒酸。他又瞄向我，眼里藏着鄙视。你就是像我的那位小娘子吧？真是辛苦你伺候表哥3年。我正大口嚼着那红烧肘子，满嘴冒油。陆燕不吱声，本能的往我背后躲，扯着我的衣襟。林婉婉见状，视线盯在我沾着油花的手上，眼底划过一抹嫌弃。这种私密的胎记全抖搂出来了，这是要定死我是那个冒牌货啊！陆燕脸色唰的白了，她张了张嘴要辩解，却急得满头大汗，讲不出话。林婉婉得意地瞅着我，等着看我羞愧退场。我顺势在陆燕袖子上抹了抹手上的油，慢吞吞站起身。我不气反笑，双眼发亮的靠过去，盯着陆燕的锁骨下面瞅，那目光就像在看稀世珍宝。装得这么起劲，刚才我讲的话你没听懂？林婉婉缓过神来，你刚才讲什么？你是不是也起胎记性热得血斑？林婉婉傻眼了。什么？我一拍大腿，你这就外行了。你说的是锁骨下那个吧？那哪是什么印记，那是胎记性热毒血斑。我指着陆燕的脖下，开始进行专业的病情分析。这是不对，侯爷那片皮肤打小体质较弱，胎热内积造成，一到夏天就发痒溃烂，瞅着是并蒂莲模样，其实不过是热毒堆积的症状。3年前我嫌那里卖相太差，给他连贴了3个夏天的药膏才消下去。你说的并蒂莲，估摸连花瓣都看不清了。要不你再来看看？你瞎扯，那就是从小就有的印记。我冷哼一声，扭头看向陆燕。侯爷，你自己讲，那是啥？陆燕瞅我的眼神立马从害怕变成了崇拜，她赶紧挺直腰板，一脸沉醉的摸了摸锁骨下面。对，娘子手艺好，给我按了2个月，贴了3个夏天药膏以后，我这老病没发作过，夏天也不痒不烂了，那种浑身舒坦的感觉，你们不懂。林婉婉不敢相信地盯着陆燕。表哥，你以前最怕上药的。陆燕嫌弃地白了他一眼。你也晓得那是以前你不是还最反感我身上的中药味吗？我现在被娘子按按就能烂疮根治。娘子喜欢中药，我恨不得天天贴。话还没讲完，他便红透了耳朵。以前上药的锁骨边一小片粉色很是迷人，我满意的揉揉他脑袋。这人养了3年，非常懂事，是个乖宝，又很听话。晚上必须再好好给他按摩按摩，奖赏一下。林婉婉被陆燕吓到了，她咬着下唇，泪水在眼眶里不停打转。周边的宾客憋得脸通红，想笑又不敢出声。我重新落座，抓起另一只猪脚咬了一口。小白花，哦不，表妹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瞎说。哪有大家闺秀跑来抢别人男人的道理？林婉婉气得发抖，把茶杯砸在地上。小白花可不是轻易罢休的主，她深吸了几口气，调整了一下表情。不得不讲，这女人心理素质不错，要是放在义庄里，也是个能扛事的好苗子。她挽起袖管，露出一截白净的手腕，就像刚剥去皮的葱白一样。她将手递到陆燕跟前，柔声对陆燕说：“表哥，你以前最爱摸我的皮肤。”说像上等的丝绸。讲完，他还有意无意地扫了一眼我那双长满老茧的手，不像某些人手粗得像砂纸，也不怕擦破了表哥娇贵的皮肤。这是在讥笑我是个粗鄙的人。陆燕刚要开口，我按住了他的手。这种看病把买的差事，还得我这个内行来干。我攥住他的手，他
他吓了一跳，想缩回去。我的手力气大得吓人，他的手倒是纤细，我像浩妹一样从手腕骨捏到了手指尖，一边揉捏一边皱眉，脉象不对劲啊！林婉婉疼得脸都变形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！我松开手，我嫌弃的用手帕擦了擦手。妹子，你这皮肉松弛，一按就凹下去，回弹很慢，典型的正气不固，肌肉松弛。我冷哼一声，当着大家的面下了结论，这是虚胖的症状啊！你这不光是美容药吃多了吧，心思也重，都有硬块了。几位赴宴的贵妇忍不住捂着嘴小声议论，冲着小白花指指点点。林婉婉脸憋得通红，捂着手腕冲我大吼：瞎扯！我一个小丫头能有什么心思？我懒得搭理她，扭头看向陆燕，她正满脸期待地盯着我。我拍了拍陆燕的胸脯，瞧好了，这才叫好身体，经络通畅，气血饱满，是冷是热是虚是实，一巴掌拍下去就能听出来。这3年我可是把它当珍稀药材，不对，当顶级的药人伺候的。3年前，陆燕刚找上我那会儿，确实是个娇气的病秧子，经常生病，卧床不起，吃饭挑食，睡觉出虚汗，走路都喘得快要接不上气。为了对得起他那1000两黄金，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。早上起来蹲马步，大冬天洗澡，用凉水往身上泼，太阳底下练长枪，那层娇嫩的旧皮退掉了一层，新长出来的皮是多了。睡觉出虚汗睡不着，我在他床头挂了一幅画。这可是真的，你敢睁眼，信不信他就敢压你的床？日子久了，多年的失眠症也治好了。吃饭挑食可不行，一装就白菜萝卜一锅炖。我肉吃不上肉，还能惯着别人不成？3年下来，炒溜煎煨煮，酸甜苦辣咸，他全学会了。他不挑食了，我也被他喂胖了一圈。陆燕不但没被我折腾死，反而练出了一副好身体和一手好厨艺。现在就算把他扔进乱葬岗，他都能脸不红心不跳的躺一晚，起来还能给我做一桌淮扬海鲜。陆燕听我夸他，高兴的又递上一个油腻腻的猪蹄子。娘子辛苦，都是娘子教导的好。林婉婉看着我们俩一唱一和，气得咬牙切齿，眼里的记恨藏都藏不住。不可理喻，表哥，你怎么能忍受这种女人羞辱？陆燕帮我擦擦嘴角，刚要回嘴，他话锋一转，行，你说的我不懂，那我们就比点别的。明天我在芙蓉阁办了个诗酒聚会，弹琴品茶闻香。他挑衅地瞅着我，沈姑娘，敢来吗？我看着他那副嘴脸，笑了笑，拿起桌上的银块，在指尖转了个漂亮的刀花。相公，你让我去好不好嘛？我也好想跟着表妹多见识见识。陆燕双腿一软，又跪在了我面前。这身子恐怕是晚上奖赏不了了，还得接着蹲马步。林婉婉办了个宴会，请的全是京城名媛才俊，聊的都是我不懂的玩意儿，什么古琴的裂纹，什么沉香的甜味。他还专门让我通知你，务必穿戴整齐些，别把亦庄的死气带进来了。我正在加工药材，陆燕凑过来，看着秦铁皱眉。娘子，这宴会好无聊的，咱不去行不行？你看我，腹肌又多了一块。知道他怕我受委屈，不想让我去，砸了一下药锤。你媳妇儿是那种被欺负的人吗？都有人要上门抢你了，我不还礼，岂不是失礼吗？陆燕叹了口气，默默掏出一套新做的银针塞给我。媳妇儿，去了要是受气，炸死他们算我的。我点着他的下巴，狠狠在他嘴上亲了一口。这相公很得我心。第二天，我穿着陆燕给我准备的衣裳去芙蓉阁，衣裳挺好看，就是累赘太多，感觉像把侯府的宝贝都套在上面似的。一进门，里面的味道呛得人直打喷嚏。小白花穿着素白的衣裙，跪坐在垫子上，正在拨弄一张古琴，周围围了一圈人，都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拍手。婉姐姐这曲伯牙绝弦真是婉转动听啊！这就是高端的捧杀吗？安平郡主站在最后面，出身书香门第，一向公正。刚才只安静听琴，没跟着吹捧。见我一身华贵丝绸，手上还带着常年握刀磨出的帛茧，她眉头微皱，小声跟旁人闲聊。听说这位沈姑娘常年出入亦庄，天天跟遗体打交道，这种高雅琴慧恐怕是难懂音乐之道。见我进来，林婉婉停下动作。沈姑娘来了，看我这记性，得叫嫂嫂。那声音拖得很长，跟昨天侯府请的戏班子唱的戏一样。我这首曲子还差最后一段高音，不如嫂嫂来指点一二。这是要当众让我难堪。我凑上前，瞅着那把琴望了望，琴身看着挺光，弦也拉得紧，就是听着难受。指点算不上，就是感觉这曲调
有点啰嗦。旁边人传出一阵冷笑。啰嗦，这是回味无穷，懂不懂高雅呀？果然只认遗体，连曲调都听不明白。刚才开口看清我的安平郡主也微微晃了晃脑袋，眼里带着几分不赞同。林婉婉捂嘴偷笑。那小嫂嫂认为该怎么调呢？我也没扭捏，果断从袖里摸出一把刀，是我日常工作时的器具。既然你真心实意的问了，那我就大发善心，露手吧。我左手压住琴弦，右手刀刃微挑，出手快准狠，没有半点迟疑。本来密集的琴弦被断了数根，只留下孤零零的几根弦，大家惊叫后退。你这土包子，这可是较为好琴！你赔我的琴！我没搭理他们的狂叫，最后一刀切断多余的琴点。本来复杂的琴面只剩几根线，琴声弹奏，互相配合，清脆响亮，带一种讲不清的清高味道，又露着一丝硬朗的骨气。全场瞬间没声了。刚才还在笑话我的那个乐师瞪圆了双眼，嘴巴张大。他激动地凑过来，一首梅花三弄弹完。这是大音无声，这指法的力量，这琴点的空档，简直是绝妙之作。大师，这是哪门乐理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安平郡主躲在众人后面，刚才的看不起全部褪去，眼里全是惊叹，主动走上前来，冲我行了一礼。是我先前眼低，用出身看高低。姑娘一刀断凡，骨气融在琴音，比我们这些死装高雅的凡人明白100倍。我从容地将柳叶刀塞进袖里。遗体坏了，将腐处除掉缝合，才能变好看。人心变坏了，再多高雅也挡不住里面的恶臭。乐师趴下就要拜师，林婉婉躲在一边，脸都气绿了。她费心费力弹了半个多时辰，被我几刀切成了绝响，这脸打得啪啪响。陆燕跑来的时候，正好撞见乐师要拜师，郡主冲我示好那画面。我媳妇儿真牛掰！林婉婉咬着牙贴在我的耳边，不就是露手弹琴，嚣张个啥劲头？有能耐晚上别怂！我直接往陆燕身上倒去。相公，真不是表妹推我的，我就是有点发虚。陆燕一把抱住我，红着脸拍拍我后背。看来还是相公不够使劲，回家相公一定改。让你再打趣我。晚宴是分桌吃的，陆燕那群当兵的哥们也都到了，一个个穿着铠甲闪亮。林婉婉换了一套橘黄百褶裙，像正在火烤的羊一样。没错，硬菜就是烤整羊。厨子推着炉架过来，一只羊烤得金黄流油。林婉婉站起来，这道菜我要自己给表哥切。以前在驻地时，我也总给他烤肉。他这是在装贤惠，顺道唤醒陆燕的记忆。他抓着刀，架势倒是优雅，只是他看高了自己大小姐的能耐。也看低了烤羊脆皮的硬度，剁下去的那会儿，脆皮渣掉一地，里头的羊肉却没切开。他一慌张，又使劲拉了几刀，油水飞了出去，崩到边上一个副将的面门，烫的那副将当场扔了碗筷。大胆！你是想谋害本将军吗？啊！林婉婉僵在原地，那肥羊被他砍得像被狗啃过一般，没法直视。陆燕瞅着碟子里那一块油腻腻的玩意，喉咙滚动了一下，捂住嘴想吐。婉婉，让厨子切吧。林婉婉慌得脑门出汗。表哥，我能行的，您再待一会儿，马上就好。刀口摩擦盘子的动静扎得人耳朵痛，我真是看不下眼了。细看，我凑上前，微微把他撞到一边。林婉婉死死瞪了我一眼，我理都没理他，从袖筒中摸出一把白色短刀，刀片薄如纸张，寒气逼人，不是工作用的，是陆燕特意给我打的，用来切肥鸭的。这刀随了我2年，用起来得心应手。我左手压住羊背，右手握刀，手起刀落，只听见极微弱的沙沙声，那是刀片划开肌肉的动静。5秒，我把刀装好，烤羊看起来完好。我抓起银块，微微一挑，12块纹路漂亮的羊肉整齐地倒向一侧，脆皮一点没烂，每块的厚度都一样。从大厨房来的老厨子张嘴呆住，求侯夫人收我为徒。我夹起肉递到他嘴边，好了，相公赶紧吃，刚烤出来，这会儿肯定不塞牙。藤爷们，我是拿手的，尤其是长得俊俏的自家爷们。我媳妇切的肉就是香。陆燕张嘴，咬都没咬就咽了下去。他那群哥们儿终于缓过神来了，一个个两眼冒光的围了过来。嫂嫂，替我挑个鱼刺骨呗。嫂嫂，这灌酒的泥盖撬不开，
烦您动手给弄开。刀背在罐脖上微微一刮，泥盖连着半截灌嘴，利落断开，刀口平滑如镜。喝吧。嫂子霸气，往后嫂子就是我亲大嫂，是亲姐。林婉婉待在一边，手上的刀落在地上，我捡起地上的刀塞到她手里。这不能怨你，耍刀本来就是我拿手的。认识一下，我媳妇儿，大理寺停尸房头牌仵作，剖腹开膛，剔骨看伤，样样精通。以后谁要宴，不对，谁要吃肉，去我媳妇儿城南的烤鸭店提前切好。林婉婉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就跑。有点意思。林婉婉近日在家里搞赏花会，没人搭理，因为大伙都在急着寻我讨药膳偏方，她只能换了个套路，哭得稀里哗啦的要求来做我结婚的伴娘。陆母心善，就同意了。结婚前一天试喜服，我正在跟腰带较劲，这大红兜兜紧得我接不上气，换衣服感觉比在亦庄干活还累。忽然外头传起一阵动静，我拨开里屋的门往外看，就瞅见林婉婉披着我的喜服在陆燕跟前打转。那喜服是陆燕亲手缝的，天下就这一套，可她专门把裙边提起来，露出小腿。表哥你看，我换这套是不是比她漂亮？她那种体型，套这种掐腰的衣服肯定像胖墩儿一样。他一边讲一边往陆燕怀里靠，娇滴滴的招惹人。我要是个爷们，空早就控制不住抱上了。可陆燕似乎不一般，他瞅见林婉婉那对白净的小腿，面色立马变得死白，往后退几步，靠在墙上，目光中堆满了害怕。银针呢？他满脸惊吓，林婉婉傻眼了。陆燕嗓音发抖：“你腿上没绑银针，这不安全，太危险！你离我远点！”林婉婉愣住，我实在憋不住笑出了声。这就是陆燕的老病，这茬事得怨我。才住进侯府那阵，我老觉得大户人家水深不安全，因此我睡觉的当口总爱在小腿处缠一排银针，留着救命和护体。陆燕半夜惊觉，全身发抖不止，我随手从腿处拔出一根银针，扎进她的身体穴位，连着3针下去，才让她镇定下来。打那以后，陆燕就患上了怪异的依赖病。她认为只有我这般的女人才能是罩住她的。那些光秃秃的小腿，在她瞧来，全是没半点防身能耐的人。林婉婉这类装软充弱的行径，正好踩中了陆燕的死穴处。表哥，你是不是发神经？林婉婉认为陆燕脑子抽了。正当此刻，我试完婚服，走出了门。婚服按照陆燕给的图修改的，她说裙边剪短点，方便干架。陆燕一瞅见我，哇的一嗓扑上前，不顾形象的死抱我的小腿。媳妇儿，吓死我了！刚才那个没针的女人太吓人了，幸好你出来了。我揉了揉陆燕的脑门，顺势将她拉起身。林婉婉还披着我的喜服，满脸装见鬼的模样。脱下来，谁让你穿的？这是我相公给我缝的喜服。林婉婉咬牙不动，我手腕一转，从鞋帮里拔出一把短刀，随意一划，喜服前头的腰绳断了，喜服被我拽了下来，她吓得惨叫一嗓，当场软倒在地上。陆燕嫌弃的捏住鼻子，媳妇儿，当心洗衣！陆燕一把挡住我，向后退了好几步。林婉婉嚎着被佣人架走了。结婚那天，府里装扮的热热闹闹，侯府大红灯笼高挂，门上挂着红绳绑着的中草药。客人们虽觉奇怪，但琢磨新娘子是个仵作，也就不觉得纳闷了。婚礼办得非常顺利，直到夫妻对拜要进洞房的步骤，林婉婉到了，手中端着一个紫檀木盒，盒面透着老旧的光泽，瞅着有些年份了。她满脸泪水。表哥，你忘了吗？这是你当年亲笔写给我的定亲婚书，白纸黑字，还有你的私章。你讲过等崩官试完就来娶我，后来我出京，这婚书就一直带在我身边。她哭得伤心欲绝，真是听得人伤心，看得人流泪。这可是侯府超级大瓜，订婚书都拿出来了。陆母在椅上险些晕过去。瞎扯淡！我啥时候写过啥婚书？你嫂子在呢，不许毁我名声！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，等着瞧我这个新娘有何打算。我抓紧陆燕的手，一把扯下红盖头，不慌不忙地向林婉婉走近。林姑娘，能不能让我瞧瞧那份婚书？林婉婉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把木盒递了过来。你瞧瞧也行，这是表哥的真迹，你根本学不来。我打开木盒，里头放着一张发黄的宣纸，叠得规规矩矩。铺开后，上头写着几排端正漂亮的标准小楷字，落款处有印章，的确是陆燕的私章模样。我没有马上开口，而是先举起那张纸，对着火光照了照，又放到鼻前嗅了嗅，接着捏着纸张边角，微微揉了揉。大家请看，这张纸的纹路细密均匀，
暗纹若现。可是今年新产的诚心堂纸，先不说侯府用不得起诚心堂纸，咱就问3年前哪家曾用过？林婉婉面色微变，往后退，我没理他，接着往下讲。再看这墨迹，墨水浮在纸上，没渗入指纹，新写的字才浮着。老墨会透进纸的纤维中，最少半年以上才有那种渗透感。这字迹稠着发黄，是用茶水泡过的。只是这做旧的手段也太粗糙了。还有这字，侯爷自己就在这儿，让他本人讲，他写字好看吗？没错，侯爷那字像屎壳郎爬过一般，别提了。我将婚书举起来，对着满屋宾客。至于这落款那颗印章嘛，印泥偏红，朱砂中混了银珠，是这2年才流行的成色。3年前的旧信用的是紫红色印泥，压根不是这一种。我把婚书慢慢放回木盒，合上盖子。林姑娘若是想要婚书，找我写就行。我虽不造假，但我能闭着眼学侯爷的字学到9成9。可你这封白白浪费了这顶级的诚心堂纸。满屋哄堂大笑，林婉婉面如死灰，抱着木盒的手都在抖。不可能，这就是表哥写的，我亲自保存了3年。陆燕凑到我跟前，使劲拽了拽我袖口。你晓得的，3年前我在边疆打仗受了重伤，那时还是你治了我1年才把我拉回来，我都快断胳膊缺腿了，哪有功夫写什么婚书？媳妇儿，你得信我，我连他的手都没碰过。林婉婉手一松，木盒掉在地上，假婚书飘了出来，落在喜堂中间。我俯身捡起来，靠在林婉婉耳旁。你表哥当年知道你跟人私奔，毁了侯府名气，差点没气死。趁他还没有当众点破，你最好赶紧滚蛋。林婉婉瘫坐在地上，面色惨白，忽然像发疯一样爬向主座。姨母，你信我，哪怕婚书是假的，但我对表哥的心是真的啊！这女人从义庄出来的，一身晦气，只怕府里镇不住。姨母不能让他们成婚，不能让这女人进府啊！你救救表哥！陆母是出了名的心善，但最忌讳晦气的东西。大伙都以为老太太会心软，毕竟谁乐意要个整天跟死尸打交道的儿媳呢？只见她慢慢站起身，面色虽难看，可手却摸向腰间的玉葫芦，这是她天天带着的物件，里头装着满葫芦雄黄酒。这会儿他把葫芦盖子拧开，将半葫芦酒泼在了身前。林婉婉靠得近，身上也绷满了雄黄酒。住进侯府这些年，我没少给陆母讲医理。病从脏气，那些心眼不好的人，体内阴暗之气最重，极容易招惹不干净的细菌，尤其是那种心思恶毒的，呼出的气都带有毒。陆母对此坚信不疑。此刻陆母眼中，林婉婉就是那个传染源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就在林婉婉快要摸到她裙边的一刹那，陆母将剩余的半葫芦雄黄酒朝外泼过去。离我儿子远点儿！你都跟着马夫跑了，还回来干嘛？拿副假婚书到处造谣，恶不恶心啊？你表哥和嫂子藏着你私奔这破事是为了你好，你倒好又跑来揪他侯府，怕是想收你姨母的命啊！快把这个肮脏的玩意儿拉出去！全府撒石灰，快！林婉婉被淋得像个落汤鸡，妆容完全毁了，真是绝了。佣人们拿帕子捂住口鼻，像拖死狗一样把她拉了出去。我这婆婆真是太霸气了，难怪公爹下朝都不敢在外面多待。陆燕怕老婆，铁定遗传了。陆母整了整衣服，气喘吁吁地坐下，满意地看着我。月儿啊，回头给娘拿点那个消毒用的石灰粉。娘老觉得家里还是不干净。我笑着点头，重新蒙上盖头。行，娘，管够。闹剧收场，婚礼接着。陆燕帮我在腰间挂了一把纯金打造的切肉小刀，刀把上镶满了宝石，隔着红盖头，闪人眼睛。媳妇儿，以后我负责正宫明养家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谁要是敢惹你，哼，我绝不饶他。只是，你得记住，你只能是我的，这辈子都只让我一个人碰。
他羞答答的抱起我，就要往洞房走，结果就被他闹洞房的哥们给挡住了去路。喜宴开场，婆婆改了老规矩，让我陪同陆燕一块招呼宾客，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硬菜，全是齐刷刷的药膳大餐。这是我跟婆婆亲自挑选的，当归羊肉暖胃不膻，茯苓猪肚爽脆弹牙，陈皮鸭汤酸甜开胃。刚开始那帮达官显贵还满脸嫌弃太寒酸，但当第一口药膳吃下后，竟然觉得特别鲜美。这肉怎么这么香浓？这味道绝了，比皇宫大餐还棒！再来一碗，要那个黄芪炖猪条。原本斯文的酒席，个个狼吞虎咽。陆燕的那群军中哥们，一个个吃得满脑门汗，解开裤带还在往嘴里塞。我跟陆燕去敬酒。嫂子，这配方哪来的？我也要。嫂子，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，有肉吃，有药补。素远侯府因为这顿药膳席成了京城里的佳话。半夜，洞房花烛，红烛晃动，满屋都飘着药香，盖住了喜烛刺鼻的脂粉味。陆燕喜得香喷喷的躺在榻上，盖着大红鸳鸯喜被，摆了个勾人的造型，伸手招呼我过去。娘子，良宵一刻值千金。他眼神迷离，盼着我早点休息。我坐在床头，悄悄地从枕下摸出了账本和算盘。陆燕定住了，媳妇儿，你干啥？我噼里啪啦地拨小算盘。别吵，今天收了1万两彩礼，还有那些玉器药材，我得算算账。这切肉刀虽是真金的，但纯度不知够不够，明天得去烧了测测。陆燕委屈地凑过来，从背后轻轻抱住我的腰，下巴靠在我的肩上，暖暖呼吸拂过我的耳边，声音软得发抖。亲子再好，也比不上3年前乡间村落那段日子。你把我救回来，别人怕我身上刀疤，厌我常年药味，只有你不嫌我一身病痛，肯挨着性子一点点把我治好。我这辈子想要的，从不是封王拜相，只想能天天守着你，做你可随意使唤的夫君。我手上的小秤停住，心里那点盘算经营的想法全都散了。放下东西，转过身，指尖摸过他锁骨那块早就淡去的伤疤，眼底泛起温柔。我以前只信刀草药，不信男女感情，可这3年你事事顺着我，记我爱吃肉，懂我怕别人乱嚼误做行当，我才明白比起冷冰冰的金银草药，有个人心甘情愿任由我折腾，才是难得的良药。陆燕眼神一亮，鼻尖划过我的手心，刚想哭，我又添了一句：但你是我的财源，所以你最重要。陆燕破涕为笑，也不管道理通不通了。对，我是媳妇儿的财源，我是宝贝疙瘩。瞅着跟前这个傻乎乎的爷们儿，心底竟然有几丝暖意。这哪是纵横沙场的小侯爷，分明就是个粘人的醋坛子。行了，今晚不算账了，好好检查检查你最有没有好好蹲马步。陆燕仰起头，在我嘴上狠狠亲了一口。来吧，娘子，检查吧，看看我有没有更扎实。林婉婉在婚礼上拿假婚书大闹酒席，传遍了整个京城。正好有几个在我烤鸭店讲书的先生，昨天也在宴席上，今天又添油加醋的把他逃婚、伪造婚约的老底编排了一通。林婉婉没脸继续待在侯府，当天就搬了出去。她不甘心受辱，写状纸告我毁她名声，说我低贱仵作，不配当良妇。结果还没升堂，就被大李4家的正妻骂到撤了案子。仵作咋的了？没仵作，你们案子谁查？没清月姑娘，你们有歌事都没处喊冤，敢欺清月姑娘，信不信老娘拿扫把堵你家门？林婉婉在京城混不下去了，灰溜溜的出了城。听说后来嫁了个商人做3房小妾，结果检查得了病，被婆家休妻，沦落街头，再没当年千金风光。我俩成婚后，我先将城南烤鸭店改建成药膳店铺，渐渐在各省开启分店。2年时间，清月药膳店就开满大江南北，侯府名下所有药材铺子也都全交给我管理。成亲第3年，陆燕摆平边关打仗，回京就交出了兵权，清闲小侯爷变成了我的小跟班，每天替我晾晒药材，磨碎药粉，陪着我跑义庄。虽然霸气没了，但满脸红光，身体强壮了许多。这天是太医院举办1年1届的金刀验尸赛，我不出预料又拿下第1，一帮年轻的女医学徒围着我，一口一句师傅喊得亲切。您的刀工太牛了，都是师刀送的那把吗？您教教我们咋样认药呗，师傅。陆燕坐在旁边，酸的牙根咬得直响。她猛地一下拨开这群小徒弟们，拦在我的跟前。干啥干啥，离远点！这是我媳妇儿，
你们要学剖尸和认药，必须得先过了我这关。侯爷这么黏我们五座娘子，可得好好看住哦。陆燕挺起胸脯，眼里全是宝贝，提起3年前快死的自己，口气透着害怕与庆幸。那是肯定，他去哪儿我跟到哪儿。要不是我媳妇儿，3年前我早就死在荒漠了。现在跟着媳妇儿，我走黑路都不怕。而且他按摩的手艺简直一绝，按哪儿舒服。不对，药到病除。我无奈的晃晃脑袋，拿过院长手里的礼册，瞅着周边那一张张笑脸，还有身旁这个满眼温柔的爷们。男人就像草药，细心加工才能成顶级良药，细心温养就是一辈子的依靠。我微微晃了晃手里的小金刀，陆燕立马站直身子。媳妇儿放心，我永远是你独家的宝贝疙瘩，绝不出错。全场大笑。回家的马车里，我主动抱着他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外人都嫌我出身晦气，只有你把我当宝贝，以我为骄傲。以后每一天，我身边永远留你的位子。他蹭了蹭我的鼻尖，轻点儿，小心我肚子别碰坏孩子。夜风拂过，往后日子年年相伴。